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叔。本期又要跟大家聊一聊钱了。毕竟这到年底了，也该做一个经济上的盘点和总结。一聊到钱这个问题，叔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件黑衣服，穿在了身上。这件衣服它有两重用意。第一，整身衣服的品牌来自于 Ralph Lauren。Ralph Lauren 是什么？是老前锋的重要代表品牌。第二重，黑色。黑色一向是我对于中国经济固有的颜色观点。听到这儿，可能很多祖国的同胞想反问我：夏河呀，你可是离开中国了，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看着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民越来越贫穷，经济越来越差，你心里美个滋儿的是吧？就像那抛掉的股票，你就不希望它再涨了一样，你幸灾乐祸是不是 ？No。各位亲爱的大陆同胞们，叔是多希望你们能够摆事实讲道理，啪啪打叔的脸呀！叔如果把自己这张老脸打肿了，打得跟个猪头一样，能让你们的日子好起来，叔都愿意。可惜呀，当初不听我话的这帮人，如今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惨状，啪啪打响的不是叔的脸，而是自己的脸。但是叔劝你轻点抽，坦白讲，您抽自己脸的时候，叔也并不爽快，我也特别的难受。但是即便再难受，我必须得诚实的告诉你，未来中国经济的黑暗程度会比叔今天身上这件衣服还要黑暗，您做好心理准备。但是近一年来，也有很多人这样的反问过我，他们说夏河，您赢了，您铁齿钢牙，您所有的预言都成真了，您赢了还不行吗？中国的经济确实每况愈下，但是您别光说这坏话啊！中国的经济不好，这大家有目共睹，尤其我们生活在大陆的人，每一天都在亲身感受。您倒是给我们想想招啊！你有什么灵丹妙药没有啊？所以今天叔在一抹黑之中戴了一个红宝石的戒指，就这一丁丁点点的曙光能否照亮前方 ？I don't know， 大概率是不能的。但是我会在每一个具体讨论的问题的尾缀之处，跟大家切磋一下80、90、00后，正处于社会主流的这3代人，在注定不可逆的经济颓势之中，人生路该何去何从？为什么叔今天会忽然想讨论这个问题呢？原因有3。第一是前一段时间，一个与我同龄的中国好朋友带着他2个孩子来到日本来旅行。他经常来日本旅行，所以我们一年能见到好几次面，关系比较的熟络。我开车带他们去吃饭的路上，我就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老朋友都不联系了。那这个姐妹就问我说，这是为什么？我说主要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截然相反。有的时候聊多了就会吵架，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莫不如人间不拆，少联系的好。而我发现中国大陆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是双标的，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时候，我身后的这个姐们儿也激动了，对我发出了灵魂的拷问。她说：夏河，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有多么的凡尔赛？她说：我觉得凡尔赛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你的凡尔赛。我就问她，我怎么了？我怎么就凡尔赛着你了呢？她说：夏河，你总是标榜自由，你总是标榜意识独立。那么我告诉你，既要又要，它也是一种自由，你要允许别人这样活着。你抛弃了很多资源到海外还能生存，这确实是你的本事。但是你不能苛求那些没有勇气的人。别人就是喜欢既要又要，别人就是左顾右盼，这有问题吗？你的自由难道都不能包容既要又要吗？他这个问题问出来那一瞬间，我自己都蒙住了。对啊，自由里包不包括既要又要的自由呢？好像应该包括。
我看到他激动了，我就很淡定地抚平他的情绪，告诉他说，既要又要确实也应该是一种人活着的自由，但是既要又要这件事他完成不了。如果不能做人生的取舍，必定会走向痛苦，甚至会两头不占，竹篮打水一场空。然后他就不能免俗的异口同声的说了一段大陆人基本上人人都跟我说过的一段话：夏荷，我们跟你不一样，你没有家，没有孩子，你是单身一个人，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当然可以做自己了，我们不能。第二，夏荷，你的物质过剩了，对于你一个人的生活来讲，你的财产过多，物质条件从来不能对你形成一种束缚，所以你有资格去追寻你想要的那种自由与真相，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三，你离开中国大陆时间太久了，即便你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些年，有很长一个10年，你基本上只跟一个固定圈层的人接触和来往，你根本不了解大众生活的苦难，你根本不了解每个月房租的压力，你不了解每个月交通的辛苦，然后你就要求这些普通人在意识上做到觉醒，觉醒是需要经济基础的。OK， 听完我朋友的这一大堆控诉，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自然就分成了2个阵营：一，觉得他说的非常的真实、现实、有道理；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才使得他拥有了此刻如此多的生活危机。至于哪一方的观点更正确、更接近真相、更符合逻辑，我们稍后讨论。第二件事，优衣库事件。我们都知道啊，前一段时间 BBC 采访了日本优衣库的老板刘景正。那么在这次访谈之中呢， BBC 就问了刘景正一个老问题，就是关于新疆棉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刘景正真的是一个比较中庸、没有太强政治立场的商人。不仅仅是这一次的访谈，他过去在多次的访谈之中都尽其所能地回避中美问题。他本人是一个特别不想卷入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日本商人。那么这次 BBC 的访谈，他关于新疆棉的具体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 VCR。新疆棉の問題、数年前に話題に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柳井さん、政治について中立などで答えられないと当時おっしゃっていて、今実際に新疆ウイグル区から買った綿花が使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お答えいただくことっていうのは可能でしょうか？まあね、それは使ってません。好，其实回答的非常的暧昧，但这一重闪避到了中国境内的媒体，那可就不一样了。有一些玩惯了抵制的粉红，就又要揭竿而起，又要再一次的抵制优衣库。但有趣的是，我们非常惊艳地发现，这一次的抵制活动呈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这可不是当初刚爆发新疆棉事件时候那个国内群星抵制的景象了。当年我还记得，所有的明星跟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国际服装品牌瞬间的解除合作。当时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浪姐》，浪姐上所有跳舞的姐姐们脚上全部打了马赛克，为什么？要抵制耐克，因为耐克就抵制新疆棉。但3年过去了，这一次点燃的抵制优衣库风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反馈。大陆网民并没有对优衣库群起攻之，而是至少呈现出了2种声音。很多人纷纷表示，抵不抵制这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而我们怎么生活、如何穿搭，这是我们生活层面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沦落到了穿优衣库了，这些国家大事归我们管吗？我们抵不抵制还有用吗？还有一部分网民非常智慧的表达，我就喜欢优衣库，优衣库在这个价位里面它就是质量最好的，虽然有比它更好的，但是太贵了，我买不起。
那我的预算不多，还想穿有品牌保证的衣服，优衣库就是我的首选。你凭什么让我抵制它呀？我抵制了优衣库，谁给我买衣服？国家给我买吗？不给我买。所以我坚决继续购买优衣库。面对这样意外的舆论风评，我们的人民日报也开始发表了与以往风格并不相同的暧昧文章。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们不能去盲目地抵制优衣库。优衣库本身没有原罪，优衣库是被美国的政治给裹挟了的一个日本企业。我们不能让美国的政治阴谋成功地裹挟优衣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鞭打优衣库，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优衣库。通过这一次的抵制行动，我们至少能够嗅到2重讯息，很重要。第一，中国老百姓有自然的醒悟，就是你今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你再搞那种爱国主义绑架，抵制这个抵制那个，老百姓已经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再配合你演这种把戏了，他们疲倦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的民粹已经快被消耗一空。第2重讯息，老百姓是真的没有钱了。你知道啊，人兜里的钱包决定了他行为的诚实程度。如果今天中国政府掀起的妖风是要抵制芬迪的皮草，我相信老百姓会勉为其难的陪你再玩一出这样的把戏，反正就抵制喽。我不抵制我也不买，那本来就是一小撮人的玩具，就陪你抵制，我落一个嘴爽，顺便还把仇富的情绪给宣泄了出来。但是抵制优衣库，对不起，这事儿可今天不能够了。你不要忘了，优衣库是非常多工薪阶层买衣服的首选重镇。有很多人不想拼多多，不想去买那些山寨没有品牌质量保障的东西，但是还没有更高的预算，那他们穿什么呀？那这样的人毫无疑问，优衣库就是他们重要的衣柜呀。本来人生就没有几个牌子可以买了，你再把人家衣柜给砸了，你让人家穿什么？第3点，优衣库是一个伟大的品牌。优衣库的诞生，其实在世界的服装工业里面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刻的革命。你会发现啊，社会的3、6、9等，大家这几年开始不约而同地奔赴到了优衣库的队伍里面去。以前很多买奢侈品的人现在优衣库了，以前很多玩潮牌的人现在内搭基础款改用优衣库了。很多过去在地摊上买东西的人，现在也知道，我就加一点点的钱，我到优衣库打折的时候，我也就变成优衣库了。那穷人、富人最终都优衣库化了，这证明了一个什么观念呢？我们美其名曰的说，大家越来越不接受智商税了，大家都变得很聪明。但是是什么让大家变得越来越聪明，消费越来越理智呢？是因为大家集体的变穷了。当大家集体都没有收入，对未来也不再具备憧憬的时候，优衣库就成了大家贴心的小棉袄，知心的老朋友。第3件事儿，东北证券的经济学家付鹏11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讲，回顾2024，展望2025。我也大概齐的听了一下付老师的这次演讲，坦白说，对于我们海外听众来说，依然在顾左右而言他，尤其是政治的部分，他基本上就没讲。但即便是这样的言论，在内地社会已经是言论尺度非常之大的了，所以就掀起了广泛的讨论。讨论什么呢？就是反中国经济光明论。我们都知道啊，中央一直提倡要畅想中国光明经济论。我们都知道，经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是可以经过统计的。那么一个可以通过统计而得出来的真实指数，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畅想它呢？给它翻译过来，就是要尬吹中国经济，要尬吹中国的国运。但是尬吹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呢？当然需要，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吹牛逼你得上税。而今天再继续吹牛逼，
中国人已经交不起这个税了。那么身在大陆的亿万同胞们该怎么办呢？该如何面对未来注定的土崩瓦解呢？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逐渐呈漆黑色，直至午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当然等待黎明破晓，但等待这个过程到底是多久？10年、20年，还是很多人根本熬不到的那个本世纪中叶？这是很多人都不敢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确实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问题貌似非常的宏观、庞大、专业，落实到每一个平凡老百姓的头上，它就是2个字儿：挣钱。如何挣钱，还能不能挣着钱？万一今后再也挣不着钱了，咱该咋过这个日子？今天叔就坐在这里面，结合3代人的人生来讨论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出路可走？我这小烟儿一点，您就知道肯定是没好话。我想问一下我的同龄人们啊，身在大陆的同龄人们，房子卖了吗？股票抛了吗？我们80后是一个出生在新旧交替社会的人，虽然在遥远的20年前，千禧年的钟声刚刚敲醒的时候，我们是一代上网的、冲浪的新兴人类，感觉自己非常的 fashion， 非常的前卫，是中国第1代接受了西方自由教育和思想的人。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开放，但是20几年过去了，80后都老了，变成了一群彻头彻尾的中年人，甚至很多人都有了中年危机。中年危机里面包括有极少数一小撮比较 emo 的人，甚至出现了一种更年期提前的综合症状。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回首我们走过的前半生，我觉得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我们是一代半新半旧的人。我们这代人有着非常相似的童年，不管每一个80后的家庭后面走入了怎样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是至少在10岁以前的那10年，我们的原生家庭环境都非常的相似，因为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不管你的父母后面是变成了一个官员还是富商巨贾，但在10岁以前的日子里面，我们过着都是比较清贫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大抵就是如此。他的家长是工人，一个月挣几十块钱；你的家长是领导，一个月挣100来块钱，谁也没比谁富裕到哪儿去，本质上都差不多。是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年都接受着一些新生事物的沐浴。到了1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开始学习冲浪，开始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改造我们的人生。所以这一代人特别喜欢玩一个传统的保留游戏，叫做回忆杀。人一旦喜欢玩回忆杀，是否就代表他老了呢？是的，因为人老了以后会对自己走过的路加上非常多的情感滤镜，就是很多东西当它当年存在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它怎样，但是由于我们老了，那个记忆依稀远去了，所以变得格外的美好。之所以那个东西能够此刻在你的感情世界里面扮演一个杀的作用，不是因为它太优秀，而是你对往昔开始有了无限的眷恋。但是又有另一重心理逻辑，就人开始逐渐的喜欢忆往昔话当年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面就是你对于现状开始有了自己的绝望和不满。从物质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很多80后是走过一段比较艰辛的成长岁月的，但是为什么你却回忆起那段岁月，感觉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因为当时你充满了希望。虽然这一代人如今都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患得患失的人生境遇之中，但是我们其实是享受过精神财富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就是盼头，就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成长岁月里面，我们确实坚信明天会更好，而且这份更好，在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里面确实得到了应验。
而万事万物如同日升月落、四季轮回，它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显然，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当下这个时代，就走入了我们人生的背面，就是我们的年纪和我们的阅历非常深刻的、不可逃避的告诉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不会更好了。所有的80后都走完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而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高光时刻，因为高光之后，所有的人生都可以统称为下坡路。所有同龄的兄弟姐妹们，面对这条不可逆的下坡路，您准备好了吗？啃老对于80后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很多80后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间。你不但没得啃老，甚至你可能就即将是被啃老的那个老。我们80后虽然经历了非常长的互联网文化的熏陶，但是那毕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根基，所以导致于说我们这一代人在选择投资和理财方面是相当保守的。80后主要的财产就是房产与股票。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期节目去鼓励我的同龄人，你赶紧把房子卖了？因为80后是中国最喜欢买房的一代人，包括曾经的我自己。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曾有那蓬勃发展的20年辉煌，它更得益于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那种基础的，我们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的底层教育，就是相信土地，我们相信实体，我们相信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对于特别虚拟的东西心里总是没底。我们认为房子、地，这是一个可以亘古不变、创造财富、增值保值的好物件，但显然这种信仰如今已经彻底的粉碎。而且我敢断言，在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里面，是不可能再看见中国房地产的复苏。如果谁还对房子有执念或者有不舍，他只能印证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这句话相当的残忍，我知道咱们80后这一代人内心里面觉得自己并不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干嘛呀，一转眼就人到中年了，总在 PUA 自己，告诉自己说自己年富力强，毕竟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我们比老一代思想更加的开放，我们比年轻的弟弟妹妹们多很多很多的经验，我们是优质的，我们还能再扛很多年。扛不动了，这不是农耕时代，这也不是一个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互联网垃圾信息横飞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敢说99%的80后已经被社会彻底淘汰。有非常多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经常写私信来向我垂询应不应该出国的问题，其中也有一些80后，信写的跟裹脚布那么老长。我不是每一封都能看完，因为我基本上每次看完第一个自然段就知道大家的诉求都是大差不差。面对80后要不要出国这个问题，我想比较绝情的告诉你，这取决于您到底有多少资产。如果你把能抛的抛，能卖的卖，家里家外都给组织起来，您的资产能够过1000万，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笔钱就是你出国以后的养老金，你就是换个地方养老。至于说能不能在海外再做点什么，看缘分，但是你要做好了基本上做不了的准备。我们都几岁了，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些东西，您甭说出国了，您就在本国，你跟90后、00后也不能相提并论呢。那接受教育的水平和素质本来就有极大的悬殊差距，然后大家又一把年纪了，学习能力变得很差。到了外国以后，语言人家20岁的人1年拿下来了，你3年不一定能拿得下来，可能中途就自我放弃了。你能干什么呀？你只能坐吃山空。那你的山够不够吃呢？当然，这也取决于你要去哪儿。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再反问我，那我爸妈呢？我的孩子呢？那我3姑6婆呢？我这个那个呢 ？Stop。
别跟我说这些裹脚布了。如果你能问出这些问题，我就劝你好好待着，哪儿都别去。记住，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可能再创造任何的辉煌，因为在那个猪都能飞上天的时代，您都没踩上点儿。在如今这样一个百废凋零的时代，我们唯一需要考量的是如何体面的老去，而不要想着怎么挣钱，你挣不着了。90后，中国唯一一代啊，记住是唯一一代，全程过了好日子的人。中国过去有一个非常土的词儿，叫做富二代。这个词儿真正的产生，其实就是因为90后的走入社会。如果说80后像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的父母一开始是在体制内里面工作的，然后开始选择下海经商发家致富，那么90后出生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出生在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家庭，至少在物质上是并不缺乏的。而且在90后牙牙学语的时候，互联网已经来到了中国。互联网这个东西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基本上是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的。他们对于互联网思维的适应能力要远超前几代人，所以90后也诞生了最多的电商、网红、互联网上成功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曾经所谓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大品牌里面买，其实主力的消费军就是90后。90后也是中国各个年龄段里面出国率最高的一个族群。由于出生和成长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所以使得90后中的很多人曾经都是超级大粉红，因为他们的成长岁月并没有经过特别血腥的历史碾压，他们睁开眼来到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中国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然后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挣到钱，你就合法且正义。在这一代人心中，只要你能够提前的去拜金，你就视为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发育的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经济发展取代一切正义，也正是这个国家的治国之术。但是此刻90后要面对2个问题。第一，有相当一部分的90后已经年过30，不再年轻，那个嚣张疯狂的非主流岁月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往事，一去不复还。最终很多人也不得不去过上了和前人一样庸俗琐碎且危机四伏的日子。第二，把拜金作为一种信仰，这个信仰现在坍塌了。90后的父母，不管你曾经是一个公务员还是一个商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了4个大字：时不我与。有任何一个人不信我这句话，可以回家跟自己的父母聊聊天，你看一看你的父母还有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还有没有那股精气神儿，是否一个二个都在长吁短叹。而反观今天的你们自己，应该就是各个企业里面重点即将要裁员的对象吧。而且90后大多都是独生子，中国计划生育最疯狂的一代人就是90后，2个年轻人要养4个老人的老，往下一看，至少还有1到2个小孩。因为很多90后结婚的时候，多胎政策已经开放了，很多人当时还比较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自己的生活也颇有自信，于是乎趁着这股歪风就生了2胎甚至是3胎。身后4个老人，有任何一个人突发一个重大疾病，对自己来说那就是一座大山倒了。往下一看，幼儿园1个月多少，重点小学1个月多少钱，学区房还要不要买，那些1节课就要几百几千的补习班还该不该上，如果上公立重点要走什么样的人脉关系，孩子将来能考上985、211吗？如果上国际学校，家里的条件是否能够持续的负担，并且这个孩子将来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到外国的名校，走一条所谓留学精英把孩子送出去的昂贵道路。于是乎，很多90后也曾经问我这个问题：叔啊，我们这一代人啊，
其实信息是非常灵敏的。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懂，我们天天看你节目，没错。本频道最主要的收视率就是来自于90后的贡献，90后是本频道占了将近一半的基本盘，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向我问这问那，尤其是关于要不要出国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我没有办法像前一代人那样斩钉截铁的给你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告诉你们什么行什么不行。但是我觉得我有几个问题想反问你们，让你们自我考量一下。90后的年纪很尴尬，你说老吧，他没有到颐养天年的岁数；你说小吧，他学什么也都来不及了。所以到了国外之后，您干啥呢？咱刨出极个别的富商巨贾的子女，到了国外之后就是转移镇守他家族的财产，这种极少数的案例我们忽略不计，我们就说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到了国外以后您干啥？如果你过去在国内是一个有手艺的人，比如说您是一个顶尖级的厨师，比如说您会美容美发，哪怕您会的就是一个月嫂，我觉得您都还是有功可做的。但是大部分的中产阶级90后在中国都是 office 一族，你说这 office 一族到了国外，那跟啥也不会有啥区别呀。第二个问题，您是一个人出来呀，还是夫妻俩一块儿出来呀，还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呀？90后的家庭结构都很复杂，因为父母都健在呢，能给你的支援在你年轻的时候都给过你了。现在父母的钱包也不富裕了，你要说继承父母的遗产吧，现在人的寿命也都挺长的，那90后的父母少说也再能活个10年20年呢。然后90后的孩子还不像80后的孩子，因为80后有很多人的孩子都大了，都高考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自食其力的。90后的孩子大多都是小学生，那出国想必您肯定得带上孩子吧？带上孩子就引发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开销项目。到了国外之后，你读什么样的学校？你是否得重新学语言呢？那孩子学什么语言也取决于你们要去什么样的国家。到了国外以后，读私立多少钱的都有，面对环境的重新适应和金钱的源源不断投入，您做好准备了吗？出国本就不易，到了国外之后，前面一片迷茫，什么都要重新开始。但是比这个还要难上加难的就是您拖家带口的往出跑，哪怕您在国内是有一定的积蓄的，有盘缠在身上，但叔还得跟您说句实话，你到了国外之后啊，什么时候能够落地生根，在当地挣当地的钱，这真是一个不一定的事情。所以您从国内带出来的那个盘缠，它最大的作用是支撑您没有新的收入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全家开销。那它够开销多久的呢？这也取决于你的盘缠有多少。面对这种非常实际的家庭问题，很多人经常指责我，夏叔你何不食肉糜？你说的轻巧巴巴的各种理论，各种意识形态，你总是考虑不到我们这些现实处境人面对的这些困扰。我考虑到了，你别以为你们的现实困难有多么的深奥不可理解，我理解。你皇上还有3门子穷亲戚呢，更何况咱们本来就是普通人。那关键是婚是你结的，也不是我给你包办的，对吗？那2胎3胎也是你自己意志不坚定，自己非要生的，对吧？也不是谁代孕了以后塞你家的，这不都是人生自己的选择？那自己的选择自己就得买单。可为啥会有这种患得患失的选择呢？因为你醒悟的太晚了。如果你早一点的拥有智慧，没准你对人生的规划就是截然不同的。今天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轻盈。你之所以无事惹尘埃，给自己家庭搞得像个旅行团一样沉重，
也是因为当时你对自己和对中国社会太过自信。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有过那样的岁月，谁要敢唱衰中国经济，你就跟谁急。出国各种旅游，看哪儿都不如中国好，动不动中国某一个数据一增长，你那边心中哇，大国又崛起了，无上的荣光荣耀。认为西方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都老化了，曾经的轻狂言论伴随着已经不再年轻的岁数，脸红吗？后悔吗？羞臊吗？是否翻着墙看着海外的信息，有的时候心里也跟长草了一样，想过无数次是走还是留这个问题。00后，叔最欣赏的一代人。虽然叔是一个80后的老人家，但是叔对00后那是相当的了解，毕竟我接触的数量在这儿呢。而且众所周知，叔的了解都是深度了解，有多深呢？到盲肠深处的10几厘米。00后就是今天中国主流的失业大军，毕业即失业，平均学历相当之高。也是近3代人里面出生人口最低的一代人。目前全国总占比为1.5亿左右。这1.5亿的00后，未来的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应该打游戏。你没听错，我认为每一个爱打游戏的00后都应该好好的打游戏，把游戏里面那个虚幻的世界作为人生的主场。把这个比较现实、龌龊的、肮脏的真实世界作为梦一场。为什么说这3代人里我最欣赏的就是00后呢？因为我觉得00后的集体意识是真正的改革了。前几代人啊，真的虽然一代瞧不起一代人，但是都是一丘之貉，脑子里都是银子票子这些腐朽之物。但真正做到思想从逻辑上彻底的改变世界观的，是从00后开始的。前几代人太唯物主义了，虽然说他们也有信仰，弄神弄鬼弄道的，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是一些唯物主义产物。但是00后不一样，00后身上最闪光的点是让我看见了在他们内心深处唯心主义的萌芽。在唯心主义里面，情绪就是一切，与金钱、数字、物质可以没有关系。我曾经跟很多00后对话过，我发现我跟他们沟通起来那个成本相当的低。我跟80后沟通基本上是唇枪舌剑、鸡同鸭讲，最后不欢而散。我跟90后沟通，他们能够吸收一大部分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寻找不了人生的突破口，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落实到行为上去执行。但是00后每次跟我沟通都是那么的丝滑、浑然天成。很多00后都通过游戏、2次元的动漫来跟我讨论了一个人生非常深刻的大哲理问题。他们都觉得，如果快乐是真实的，一切即为真实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达到精神满足，那是否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现实世界的物质要求给它相对的降低？是的，孩子们，这就是大智慧。我们前几代人走到这种智慧层面用了半辈子，甚至很多人至今还他妈不开窍呢。而你们这一代人居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可是宇宙的那把钥匙。所以我想告诉你们，虽然你们都找不到工作，虽然你们的前途一片黑暗，虽然你们的人生幸又不幸，不幸的是你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在物质层面就是你们出生的第1天。你们无论怎么拼搏奋斗，都不可能超越你们父母所原生给予你们的那个物质条件了，因为时代不允许了。但是幸运的是，你们这一代人有非常多人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觉悟了。你们明白了我常说的那个逻辑，世界就是一场电子游戏，至于你在哪个游戏里面虚度光阴，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每个游戏里面的成功法则不一样。
而在这个娑婆世界所谓的这个奋斗场景之中，你就是要通过赚钱、追名逐利，才能证明自己这个游戏打得比较成功。但是，咱不玩这个游戏可以，咱们可以玩另外一套游戏。当另外一套游戏它的满足感已经占有了我们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的时候，那么那个较少时间的所谓真实世界是否有很多的执念，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放低。虽然这听起来带有一点阿 Q 精神啊，非常的魔幻，但是我觉得这是走向情绪价值、走向自我满足的唯一道路，就是用虚幻、用电子去覆盖真实的世界，并且覆盖到把他们的逻辑关系调转过来。人生怎么才能够富有？就是降低自己的物欲。如果人不降低自己的物欲，物欲不断的膨胀，无论你有多少财富，你都会充满了危机感。危机感就是贫穷的根本体现。00后的孩子们，你们年纪最大的刚刚24岁，年纪小的尚对这个世界一片的迷惘。我作为一个前辈的大叔，我想告诉你们，在未来的20年，你们注定会经历什么？你们脚下这片神州大地会因为经济的持续下滑，最终崩溃到土崩瓦解。这个所谓不可分割的泱泱大国，会在你们中年的时候4分5裂。不管你们现在能否接受，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不讲道理。到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逐一的宣告独立，你们也一定会看到台海战争炮火的打响。但是最终这场战争带来的输赢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是今天你们的想象力所达不到的一个后果。中共这个你年少时曾经认为牢不可摧的独裁政权，会在未来的岁月里面，随着经济危机、信誉危机以及国际上的制裁和围剿，不断的全力探索。然后曾经你们认为光荣伟大正确的那些家国信仰，就会如粉碎的雕像，彻底的在你面前灰飞烟灭。在物质层面，你们也许错过了中国最好的时代，但在修为这个层面上，也许这会让你开悟的时间提前到来。恭喜你们，00后。